3月18号，美国有2个听起来极其高大上、极其有学术光环的机构，卡特中心和艾默瑞大学联合发布了一份关于台湾问题的民调。据说人家这个民调做的可严谨了，从2025年的10月27号一直做到了2026年的元旦，跨年搞的。最后呢，他们煞有介事得出了一个震惊世界的结论：51%的大陆受访者反对在任何情况下对台动武，只有区32%的人支持全面武力统一。好家伙，西方媒体一看这数据简直像苍蝇见了血一样，激动的不行。他们赶紧把这几个数字放大加粗，在全世界大肆宣扬。那个潜在的就是，你们看，中国政府天天喊着要统一，其实他们大陆的老百姓自己都不想打，他们害怕了，他们怂了。但是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呢？听好了调查样本是锁定了咱们大陆的2506名成年人。哎呦喂，看到这数据我真是气笑了。中国有多少人？14亿的基数，你抽了2506个人，也就是0.00017%，这不是扯淡吗？更绝是什么？这2506个人是怎么找来的？是在这个街头拉着大妈问的，还是说通过这个网络问卷填的？大家用脚趾头想想也知道，这种带着极强政治目的的境外问卷能精准投放到什么人群手里？它大概率是在某些特定的涉外圈子、某些特定的社交群里传播的。你跑到一家素食餐厅里，逮着2000个正在吃水煮大白菜的人问，请问你们支持吃肉吗？那得出的结论肯定是100%反对吃肉然后呢，你就拿这个数据跑到大街上，对着全中国的老百姓说，看，你们其实都不想吃肉。这不是把14亿人的智商按在地上摩擦吗？拿一个针管抽了一滴太平洋的水，就敢宣布自己掌握了整个太平洋的盐度。这种学术流氓的做派真亏他们那2所大学好意思拿出来显摆。各位，其实呢，这还不是最恶心的地方。它最恶心、最阴毒的地方在于它的问卷设计。美国人搞这种心理战、认知战方面那可是祖师爷级别的。他们太知道怎么给人下套了。你以为他们在问卷上会直白的问，请问你支持国家分裂吗？当然不会如果这么问，我估计99.99%的中国受访者会顺着网线爬过去大嘴巴抽他。那他们是怎么设计的呢？他们玩了一手极其漂亮的偷换概念和恐吓诱导。他们会在问卷里给你设定一个极其极端的情境，比如他们会这样描述选项选项 A， 你是否支持维持和平的现状，保障经济繁荣，让大家都有安稳的日子过？还有选项 B， 你是否支持全面发动战争，冒着经济倒退、家破人亡、遭到全世界毁灭性制裁的巨大风险去强行统一？各位，如果你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坐在电脑前看到这2个选项，你怎么选？哪怕是个傻子也会下意识的选 A， 对不对？谁天生就是战争狂人非要选家破人亡这就叫预设灾难性后果，倒逼你选择他想要的答案。他们故意把动物描绘成一个绝对的毁灭性的灾难选项，把非军事手段包装成唯一理性的美好的选择。然后呢，顺理成章的，他们拿着老百姓对和平生活的向往，极其无耻的篡改成老百姓对放弃统一的妥协。可是真实世界的逻辑是什么？中国人谈统一从来就不是一道要不要和平的选择题，而是一道用什么方式来实现最终统一的必答题。和平是我们的美好愿望，统一是我们的绝对底线。这2者之间有矛盾吗？根本没有。老百姓心里的账算是清清楚楚。我们绝不轻言战争，我们比任何人都珍惜现在辛辛苦苦赚来的安稳日子。但是如果有人非要把我们的底线踩在脚底下，暗示这片领土可以被割裂，那对不起，14亿人绝不答应，哪怕砸锅卖铁也得把这事给办了。美国智库把统这个不容谈判的真命题换成了打不打的伪命题，然后指着数据说，看，他们不想打仗，所以呢他们不想统一。这种逻辑简直是既坏又蠢如果你觉得上面的套路就已经够深了，那你就太低估这帮西方学者的阴损程度了。在这份民调报告里
他们还极其心机的搞了一个人群画像。他们特意指出，在受访者中，高学历人群和女性更倾向于选择非军事选项。各位听出来这弦外之音了吗？这不就是赤裸裸的群体撕裂和道德绑架呀？他们在疯狂暗示什么？他们在暗示，只要你支持武力统一，那你就是没文化、学历低、粗鲁狂躁的大老粗。只要你是文明人，是有学历的高级知识分子，你就应该像西方白左一样，高举和平的白旗，放弃领土的主张。这种高高在上的西方精英傲慢，简直让人恶心透顶。在他们的语境里爱国呢成了一种底层人的狂热，妥协反而成了精英阶层的理性。咱们翻开中国5000年的历史看看每当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无论是投笔从戎的书生，还是挽弓搭箭的匹夫，谁在领土完整面前含糊过啊？远的不说就说当年抗美援朝，那些在冰天雪地里啃着冻土豆，抱着炸药包冲向敌人坦克的先烈们，难道是因为他们学历低好战吗？他们是为了让身后的老婆孩子能有个安安稳稳的生活，才去替我们把仗给打完了。现在这帮坐在空调房里的美国教授，企图呢用几个百分点的数据，就把支持统一的中国老百姓打成好战分子，把渴望和平的老百姓曲解为投降派。这不仅是对受访者的侮辱这更是对我们整个民族精神的极度蔑视。咱们再把这个镜头拉远一点。那刚才说了这两家机构听起来很学术，对吧？但是各位，在美国那个资本和政治高度绑定的社会里，你见过哪个学术机构是活在真空里的？做这么大规模的跨洋民调，找渠道、雇团队、做数据分析，这都是要大把烧钱的呀。这钱从哪儿来的？你顺着这条资金链再往上摸，摸到最后绝对能摸到美国某些具有官方背景的基金会，或者是那些天天在国会山游说的反华智库头上。所以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学术研究这就是一条极其成熟的政治生产线。它的运作模式是这样子的：第一步，幕后的金主爸爸掏钱，下达政治指标；还是第二步披着学术外衣的大学或中心接单，开始设计那些带有明显诱导性的问卷；第三步，在特定人群中收集数据，得出符合金主预期的结论；还是第四步动用 CNN、纽约时报等西方主流媒体，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狂轰滥炸式的报道。那么问题来了他们花了这么多钱，费了这么大劲儿，搞出这么一份漏洞百出的报告，他到底图什么呀？大家注意看这个时间节点，2026年的3月份发布。咱们看看现在的台海局势赖清德在岛内上蹿下跳的，不仅搞什么反制，还天天向美国爸爸表忠心。而在国际上，美国呢正试图在各个领域围堵中国，打压我们的高科技，甚至想在亚太地区拼凑所谓的亚洲版北约。在这个极其敏感的时刻抛出这么一份民调，目的简直是昭然若揭这叫认知作战，也叫舆论铺垫。他们想达到的效果有3个。首先呢，就是在国际社会上给中国政府泼脏水。他们试图营造一种中国政府的强硬路线违背了大陆老百姓真实意愿的虚假叙事，让那些不明真相的外国老百姓觉得，哇，原来中国人民自己都不想打，是政府在逼他们。其次呢，是给岛内的台独分子打强心针，让赖清德这帮跳梁小手看看，别怕，继续作，大陆老百姓都不支持武统，他们不敢动真格的，你们就放心大胆的搞独立。最后呢，是试图瓦解我们大陆内部的凝聚力，让你我这样的普通人看了之后产生自我怀疑。难道真的是我太激动了？难道大家都不想统一了？只要有一部分人信了这个邪，他们的心理战就成功了呀。这一招叫什么？这叫杀人诛心。他们不仅要在台海海峡上布满军舰，更要在14亿中国人的脑子里扔下怀疑的种子。可是美国人千算万算，算错一件事儿，那就是他们太迷信自己那套西方的数据模型，而根本不懂什么叫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你问我真实的民意在哪儿？他不在那2506张被刻意引导的问卷里，他在每一次涉及国家主权的新闻下面那排山倒海、遮天蔽日的中国网民的留言里。过去这几年佩洛西窜台也好，金门撞船事件也好，
哪怕是最近民进党当局各种作妖的小动作，哪一次不是大陆网民的声音瞬间出没热搜？这些掷地有声、带有血性的汉字，你随便刷刷都能看到成千上万条。这就是14亿中国人最真实的底色。大家真的喜欢打仗吗？我再说一遍，没有人喜欢战争，谁愿意自己的生活被打乱啊？要是两岸能够和和气气的坐下来，把字签了，把这个大桥修过去，大家一起赚钱，那多好了呀！但这是一种善意的期盼，绝不是我们在底线问题上的退让。对中国人来说，台湾问题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最后一道伤疤，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必须迈过去一道坎儿。我们的历史记忆、我们的文化血脉、我们的国家安全战略，全部都死死钉在这个议题上。老百姓的想法极其朴素那是祖宗留下的地，那是咱中国人的院子。不管是和平的方式把它收回来，还是抡起拳头把它砸回来，它都必须得回来。那至于用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点，付出多大的代价，那是战略层的考量。但统这个字它是刻在骨子里的信仰，没得商量，不容置喙。更有意思是什么？美国人根本不懂什么叫弹簧效应。你外部的压力越小，大家可能平时也就是嘴上说说，但是你外部势力越是插手，越是打台湾牌，这种恶心人的民调发的越多，大陆民间的怒火和凝聚力就越强。这叫规律。中国人在抵御外物、维护统一这件事上，那种瞬间迸发出来的集体意志力，是美国人那几个可怜的百分比模型永远也测算不出来的。今天呢，咱们就把这只美国智库放出来的幺蛾子可以说是从头到尾的拆了个干净。现在的中国老百姓不是当年那种连外网都看不到，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的傻白甜了。你们想用一张漏洞百出的问卷，几个东拼西凑的数据，就瓦解14亿人的统一意志？我只能送给这帮美国智库几个大字儿：皮肤汗数，可笑不自量。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了。我是肖兰，咱们下期再见。